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在群里讨论的一些问题，以及最近相关的两个实时话题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带什么和怎么选。带什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要带一个插板或者插座，根据地方不同，叫法可能有一定的不一样。之所以要带插板或者插座呢，这个是因为日本的插板和插座，如果说你直接去买的话是比较贵的，而且你住的房间可能它拥有的插孔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如果当天你没有插板进行，就是说把你的插孔进行一些延伸的话，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你的插孔不够用啊，然后你对日本又不熟悉，你去买插板的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选什么类型的插板，或者选多贵的插板这些。甚至于你会觉得日本的插板好贵啊，然后不想买就将就，导致一些用电方面可能感觉不适应。因为整体比来说的话，相同的价格的话，你从国内带出来的插板的质量可能比日本这边一些比较便宜的牌子的插板质量要好一些，但是贵的插板的质量的话，是日本这边要比国内的要好一些。所以说推荐大家还是自己从国内先带一个前期可以使用的插板过来，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大家如果能够带的话，这是最好的。第二个呢是电器电源插头，尽可能选择双插的插头，如果没有的话就买个转换插头。这个怎么理解呢？大家看图里面，左边的呢是三插的，因为日本这边是没有三插的就是这种插头的，但是呢你可以买这种双插的这种插头。在插板选择的时候，你插板的那个就是连接线你一定要选择这个双插的，不然的话呢，如果你选成这种三插插头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你这边无法直接接入日本的这个插孔。第三个的带什么呢？是主要指的是电器的电源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电源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首先，小型电器的电源或者接口，大家尽可能在选择通用接口以及无需单独充电电源的。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于便携式的那种，就是说你经常走来走去，或者说是去其他你不熟悉的国家，并且对他们的电源的规格啊，或者说电压的规格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最近群里的群友呢，他们带了电动牙刷，还有一些刮胡刀，但是他们呢都是属于单独的电源的，并且不适用于110伏到240伏的自适应电源，所以他们就直接无法在日本进行直接充电。像电动牙刷以及剃须刀这些小型电器，大家可以直接选用通用接口，比如说那种通用的圆孔接口，只需要一根线连着就可以，又或者是 Type-C 接口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只需要一台电脑，甚至说你只需要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对它进行充电，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是大型电器的一些选择，大家一定要尽可能选择110伏到240伏的自适应电源，没有的话要提前买一个便携式变压器，因为有一些电器它是没有出相应的这种自适应。如果大家不知道看这个110伏到240伏怎么选的话，大家看这幅图，这幅图里就有标了，这里是 input， 然后110伏到240伏 AC， 这个就是它的电源的范围。因为一般国家都是110伏或者220伏，所以100伏到200伏、240伏之间，它是属于把这些国家的范围都给包括了。第四个呢，推荐带的呢是，如果大家有足够的空间的话，推荐你带2个双肩包到日本，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包呢，主要适用于你去买，比如说你要去买米的时候，你把米装在这里，还可以再买一些菜，这可以一次性把一个星期的一些消费的一些食物或者说菜给直接带回来。小包呢，适合你米没有用完的时候，然后你去买一些1天2天或者1个2个星期的菜，因为你直接用手来提这个袋子的话，你的手会勒得很痛的。双肩包的话，可以极大的减轻你的一些压力。第5个呢是有关于手机方面的，大家可能的话，手机一定要下载好谷歌地图或者是日本本土的一些城隍案内相关的一些软件。
另一个选择是你一定要在国内尽早的买一些流量卡，不然你到日本的时候，即便你下了飞机，你把这些地图和软件都下好了，但是你没有流量的话，你是用不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在国内买好日本可以使用的那种流量卡，3天也行，7天也可以，就看你自己能够在多短的时间之内办好日本的银行卡和日本的手机号。如果说你看过我的视频的话，那么你应该可以在1天之内，就是你到日本的当天，你就可以把日本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全部办好。只要不是那个休息或者节假日的时候，一般的正常的工作日的话，你可以在1天之内把这2件事情一起给办好。然后怎么选？第一个是语言学校怎么选？语言学校的选择呢，主要是看你自己的一些经济条件啊，还有你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你想要练习日语，以及有足够多的兼职机会的话，你可以选择大城市，东京、大阪、京都等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呢，经济比较好，然后是机会也是比较多，所以你找工作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可以适合半工半读，并且边工作边锻炼日语，对你的实践日语是非常有帮助。如果你的经济比较好，而且你想要体验一下日本的生活，以及想要适应慢节奏的生活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稍偏远地方的一些语言学校，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享受一下在日本的这段时间的一些生活。第二个怎么选呢？主要说的是日语能力考试、JTEST 以及商务日语的一些重要性方面。首先，如果按你重要性来选择的话，肯定是推荐你优先选择 JLPT， 也就是日语能力考试。因为呢，很多公司它或者说是一些学校，它都是第一眼先看你的日语能力考试的，然后才是看其他的。但是并不是代表他们不承认其他，只是他们更加的会优先先看你的那个日语能力考试的等级。然后出国前怎么选呢？这个我推荐大家直接参加 JTEST 是最好的，因为 JTEST 它1年有6次的机会，然后它的成绩出来更快，机会多，可以更好的安排时间，以及测试自己的日语水平学到什么程度了。商务日语的话，主要是看你以后工作有没有必要去考，有的话就去考一个，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N2 就已经足够了，甚至有一些文科专业 N1 就已经足够他在日本在各种职场进行驰骋了。第二个，我们来聊一下在日本怎么样。首先是第一个，经常会有人问我，他们说在日本会不会被歧视呢？我的答案是，社会层面的歧视是没有的，但是个别人或者个体的歧视是有的。这个就要说到我在日本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了。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我所打工的一家餐饮店是日本的连锁店之一。刚去打工的时候呢，代理店的店长他是不太怎么说呢？他是对于外国人或者对于新手，他是不怎么关心，或者说甚至于有些时候会各种要求你干这样干那样，无厘头的一些事情是有的。我在那个店干了大概1个月到2个月以后，从总部过来了一个代理店长。代理店长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欺负我这个新手的，然后后面他就把这个店长带去，应该说问话问了2、3次左右，但是没有多大改善。后面总部做出决定，把这个原先的这个店长给辞职了，然后后面是总部派来的这个代理店长一直在担任店长。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呢，是日本社会整体层面的歧视是没有的，或者说是在很多比较有名的公司里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社会层面的歧视的。但是呢，个体是有的，就比如说我刚去的时候的那个店的店长。第二个大家经常问的问题呢是加班问题怎么样？这个我能给大家的答案是具体看公司，但是呢，现在日本很多公司都已经遵守日本的36协定来实行加班标准，但是根据某些行业和公司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有关于36协定呢，这个我会在下一期给大家进行一些普及，这个是日本加班的一个通用标准。第三个问题呢，大家是问我中古商店会送货上门吗？
这个的起因呢，是我推荐大家去中国商店买东西，然后一些人他们刚到日本以后，有点担心自己买的那个家具太重，然后这个商店会不会送货上门这些什么的。这个我给大家的答案是会。日本的很多大点的商店都有配送服务，他们甚至还要自己去回收一些家具来当做商品，所以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车和配送服务的。只不过呢，这个配送是需要额外的配送费的。然后如果你购买的时间段里有大量的人在购买家具的话，那么他们就需要安排配送时间，有的可能要过几天，有的可能要过1-2个星期。然后我们聊一下近些话题的一些衍生。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来日本的一些中国人或者说有些外国人都会犯的一些事情，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这2件事呢，可能大家都有所耳闻。第一件呢，就是某推主歧视残障人士事件，和第2件事呢，某推主的阴阳合同事件。歧视残障人士事件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准备考试期间，所以我也没有去讲。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就和文字里所描述的一样，其他公司我不怎么清楚，但是我所在的公司是，即便你是模仿的是正常人，被模仿的对象觉得你是在侮辱他的话，你也算是歧视，是有可能吃官司的。这个歧视相关的案例呢，是我的公司在一进公司的时候，公司就会对我们这些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会这些新入社员都会对他们进行的一个讲解，说了这个歧视是怎么样的，其他还有各种方面的，只是有一些方面呢没有遇到，我也不好讲。但是这个歧视呢，最近刚好产生这个话题，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件事。所以歧不歧视，并不是你认为歧不歧视，而是别人认为你有没有歧视。你做的动作和行为有没有让他觉得你是在歧视他，并不是你觉得有没有歧视才是歧视。第2件事呢，是近期发生的阴阳合同事件。这件事情呢，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并非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不仅仅只是日本华人圈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这个现象造成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让有一部分人很好的去过签。过签呢，就相当于卡 bug 嘛，把这 bug 给卡了，让这个人感觉看起来更好一点，能更好通过这个过签，然后过圈率能够提高一些，这种感觉。这种事情在现实呢，并不仅仅限于阴阳合同，有一些，比如说是卡你的内定契约，或者说卡你的签证的一些时间等等。这个也是我之前给大家说，为什么找工作不要找完全的纯华人的公司。因为你找纯华人的公司的话呢，坑是特别多的。他们在利用卡签证这个 bug 的这个事情，他们是做的非常多。当然，我不排除，应该说这类公司肯定是比较多，但是不代表所有的公司都是做这件事。我只是说做这类事的公司是挺多的，只是这个并非个例，这个意思。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会说，既然并非个例的话呢，那为什么只有这2-3件事会突然间爆出来？首先，无论是某推主的歧视残障人士事件，或者说某推主的阴阳合同事件，这2件事，他们都有几个偶然的地方。第一个比较偶然的就是，他们都是有很大流量的推主，这是第一件事。第2件事，他们都偶然的发生了这一些事，比如说他歧视的残障人士这件事和他做了阴阳合同这件事。这类事情其实在华人圈子或者说是在各个国家的圈子里面，其实都是一直都有的，只是因为这些偶然集中在了一起，才让它变成了一个放大事件，变成了感觉啊，只有这个人是这样，只有那个是那样。其实并不是，而是这个圈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最后呢，一个提醒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可能会犯的一个事情，那就是抑郁症。很多人从中国出来，然后到异国他乡，都会犯一些类似于抑郁症一样的心理疾病。我所见到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犯类似思乡病一样的事情。这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同学，他是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同学，
他在前半年的时候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后半年，他认识了一个患了类似思乡病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也开始犯思乡病了。从一开始呢，想要在日本好好的工作活下去，然后生活下去，变成了到后面我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整天只想回国。到后面他有没有毕业我都不知道，因为在这后面我都没见过他。应该说，在同一个水平的班级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中途退学回去了。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呢，如果你觉得你犯了类似的抑郁症或者其他的类似的心理疾病的时候，千万不要憋着，能找人商量就找人商量，能找老师或者说找同学去倾诉就去倾诉，能去上班去排泄压力，或者说去分散一些注意力的话，那就去分散一下注意力，千万不要憋着。如果你憋着的话，那么你留学的这段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